高雄左營軍港的清晨，天色還沒完全亮開，一排穿着深藍色工作服的官兵背着帆布袋，沿着碼頭走向那艘黑色的船影。有人在登艦前停下腳步，抬頭看了一眼天空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這個動作不是儀式，是本能，因為他們都知道，等一下那扇艙蓋關上之後，下一次看到天空可能是40天以後的事。艙蓋落下，水密门的轉輪一圈一圈鎖緊，金屬碰撞的聲音在艙內短促地回盪一下，然後安靜下來。就是這一聲，把世界切成了两半。艙門外面是陽光、手機訊號、家人和便利商店。艙門裡面是一條長約70公尺、最寬處約8公尺的鋼鐵管子，裡面塞着幾十個人、幾百具設備、數不清的管線和閥門，還有一張又一張比棺材還小的床。關艙之後，聲音的世界也變了。主機的低頻震動從腳底板傳上來，通風管的風聲永遠掛在耳邊，直更的廣播偶爾短促響起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機器規律的呼吸。在這裡，時間不用日出日落計算，用更表計算；空間不用房間計算，用你側住身子能不能擠過去計算。接下來的幾十天，這幾十個人要在這根鋼鐵管子裡吃飯、睡覺、直更、演練，然後在某個連他們自己都不確定的日子，重新打開艙蓋，把陽光放進來。這不是誇飾。依照台灣媒體登艦採訪劍龍級潛艦留下的記錄，潛艦兵的鋪位長度大約180公分，寬度大約60公分，人躺下去，鼻尖到上鋪底板的距離只有40公分上下，翻身要有技巧，想坐起來是不可能的。老潛艦兵接受訪問時說的直白，一般的棺材都比這個大。而根據公開報道，劍龍級潛艦執行戰備任務，一次出海最長可以達到40天上下。這40天裡，絕大多數官兵完全見不到太陽，40天不見天日，床比棺材小，這種日子加給再高能不長嗎？可是現實是，台灣海軍的潛艦部隊從來不缺志願者，甚至想上艇還要排隊，要競爭，要通過一關又一關的淘汰。這一集我們把這件事講清楚。海鯤號是什麼？台灣為什麼等了半個世紀才等到它？潛艦兵在水下到底怎麼生活？跟美軍核潛艦比起來差在哪裡？以及最關鍵的，為什麼還有人搶着上艇？以下內容依據國防部與台船的公開資料，以及台灣媒體對現役與退役潛艦官兵的採訪報道整理可查證的事實，跟外界流傳的說法我們分開講。先從海鯤號說起。2023年9月28日，高雄台船廠區一場命名下水典禮讓各國軍事記者湧進高雄。時任總統蔡英文親自主持，把台灣第一艘自制潛艦命名為海鯤，舷號711。這個名字取自莊子《逍遙遊》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，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一條潛伏在深海的巨魚，化而為鳥就是鵬。用這個典故命名，意思很清楚。這艘船平時沉在水下沒有聲音，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力量。那一天的典禮本身就是一則國際新聞。廠房裡巨大的黑色艦體第一次完整亮相，包括美國在台協會的高層官員與多國駐台人士都到了現場。各國媒體的鏡頭排成一整排。對外行人來說，這是一艘新船下水；對懂門道的人來說，這是台灣把50年來求而不得的東西用自己的手做了出來，而且是在北京全力阻撓、供應鏈處處被設卡的情況下做出來的。典禮上反復被引用的那句話很簡單：潛艦國造，證明台灣人做得到。一艘2500噸級的柴電潛艦下水，為什麼值得這麼大的陣仗？因為在海鯤之前，台灣為了潛艦整整等了半個世紀。攤開時間線看，1973年，美國把2艘二戰時期建造的茄比級潛艦移交給台灣，就是海獅號和海豹號。這2艘船移交時就已經服役快30年，到今天還掛在海軍的編制裡，是全世界最老的現役潛艦。實際上只能拿來訓練和充當演習的目標，早就不具備真正的作戰能力。講一個細節，你就知道這2艘船有多老。它們是二戰末期的艦體，在美軍服役的年代，用的還是最古早的技術。移交台灣之後，靠着海軍官兵和民間技術力量，一代一代修，
一代一代換料，硬是撐到21世紀還能下潛訓練。外國媒體每隔幾年就來拍一次，標題千篇一律，全世界最老的潛艦還在台灣潛航。這個記錄聽起來像趣聞，背後其實是辛酸。不是台灣喜歡用古董，是想買新的，沒有人肯賣。1980年代初，台灣好不容易從荷蘭買到2艘劍龍級潛艦，1987年和1988年先後成軍，就是海龍號和海虎號。但北京隨即對荷蘭施加強大壓力，兩國關係因此降級，荷蘭從此不敢再賣，台灣想追加的後續艦全部斷頭。2001年，美國總統小布希宣布同意出售8艘柴電潛艦給台灣，消息一出震動各方，但問題很快浮現，美國自己已經幾十年不造柴電潛艦，生產線根本不存在。這筆軍售案研究來研究去，最後不了了之。之後台灣向任何有能力造潛艦的國家探尋，答案都一樣，沒有人願意為了台灣得罪北京。這50年裡，台灣的潛艦兵就靠這4艘艦撐場面，2艘只能訓練的古董，加上2艘1980年代的劍龍級，世界各國的潛艦部隊不斷換裝，台灣的潛艦軍官從少尉當到上校，摸的還是同一條艦。有退役軍官感慨過一句話，別的國家是人等船退役，台灣是船等人退役。也因為艦太少太老，每一次出海都是在跟時間賽跑，零附件買不到就自己逆向测繪，委托民間工厂加工。劍龍級能維持將近40年的妥善狀態，靠的就是這種土法煉鋼的硬功夫。這段歷史要先記住，因為它解釋了後面所有的事。為什麼台灣不惜代價也要自己造？為什麼潛艦兵把那個徽章看得比命還重？路全部被堵死，只剩下一條，自己造。2016年，政府正式啟動潛艦國造計劃，由台船、海軍和中科院組成團隊，前參謀總長黃曙光擔任專案召集人。這個決策在當時並不被看好，島內有雜音，說台灣沒有技術、沒有錢、沒有人才，國際上更是一片觀望。團隊先與外國顧問合作，完成設計構型，再一步一步把圖紙變成鋼板。2020年11月24日，第一塊鋼板開切，原型艦正式開工。過程中最關鍵的突破是美方點頭放行所謂紅區裝備的輸出許可，包括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戰鬥系統以及 MK48 重型魚雷。所謂紅區指的是台灣自己做不出來，必須從國外取得的關鍵裝備。這些東西能夠到位，等於美國用行動為這個案子背書。但外購裝備只是拼圖的一角，真正的難關在台船的廠房裡。台灣造過軍艦，造過大型商船，但潛艦是完全不同等級的工藝。壓力殼的鋼板要承受深海水壓，每一道焊縫都要通過檢驗，誤差用公厘計算。艦體下水之前要完成數以千計測試點的驗證。台船為此新建了專用的封閉廠房，從國內外找回焊接與造艦人才，一邊做一邊建立台灣自己的潛艦規範。參與計劃的人後來受訪時說過一句話，最難的不是技術，是一開始沒有人相信我們做得出來。當然，質疑聲從來沒停過。建造期間，有輿論說海鯤是拼裝艦，各國零件湊出來的東西不能打仗，還有人說它是盲潛，聲納不行，潛下去就是一具活棺材。這些說法我們先記錄下來，然後對賬。2024年，海鯤完成一連串泊港測試。2025年6月17日清晨，他第一次駛出高雄港外海，展開海上測試，之後又進行了多次海試、浮航、潛航、動力、戰系、逐項驗證，並沒有出現傳聞裡描述的那種災難。第一次海試那天，軍事迷把長鏡頭架在岸邊，看着那條黑色的艦影在拖船伴隨下駛向外海。對參與計劃的人來說，那一天等了將近10年；對台灣來說，那一天等了半個世紀。原型艦編列的預算大約490多億元台幣。海軍與台船的合約目標是在2025年11月底前交艦，時程是否再往後調整，以海軍最終公布為準。而後續艦的規劃也已經端上台面。依媒體報道，海軍規劃再建造7艘同型艦，整體規模上看2800億元台幣，7成一路排進2030年代。換句話說，
海鯤不只是一艘船，它是一條產業線，是一個世代工程的第一步。這裡要把話說得公道，對一個投入幾百億公帑的計劃，監督和質疑本來就是民主社會的日常，預算該審，進度該盯，缺失該罵。但質疑跟造謠是兩回事，前者拿數據講話，後者拿立場編故事。海鯤這幾年承受的輿論攻擊裡，有不少說法，後來被測試進度本身打了臉。這也提醒我們看軍事新聞的一個基本功，先分清楚消息來源是誰，動機是什麼，再決定要不要相信。船是這樣，那船裡的人呢？接下來這一段是這一集的核心，潛艦兵的真實生活。先講空間，海鯤號全長約70公尺，最大寬度約8公尺，水面排水量約2500噸，水下約3000噸。編制人數官方沒有完整公布，外界估計在60人上下。這是什麼概念？把2節火車車廂頭尾接起來，再塞進主機、電瓶、魚雷、聲納、廚房、廁所和60個人，就是一艘柴電潛艦的內裝。艦內的走道大多數地方只容1個人通過，2個人相遇要側身貼着管線讓路。每個人的私人空間就是那張180公分乘60公分的鋪位，加上一個放不下幾件衣服的小置物櫃，你的全部家當就是登艦時背的那個帆布袋，而且床位還不一定是你一個人的。潛艦部隊有一個殘酷的傳統叫熱鋪，因為鋪位數量少於人員數量，輪班的官兵共用床位，你下更去睡的時候，床墊上還留着上一個人的體溫。資淺的士兵甚至直接睡在魚雷艙裡，鋪位就架在魚雷旁邊，翻個身，手肘碰到的就是實實在在的戰雷。有退役潛艦軍官受訪時形容，在潛艦上睡覺不是休息，是換一個姿勢繼續執勤。空間的壓迫感還會用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提醒你。身高高一點的人在艦內走路要半彎住腰，艙門是一個又一個橢圓形的洞，跨過去要低頭抬腿。一天下來撞頭是日常，老兵的額頭上都有故事。用餐的士官廳同時是會議室、娛樂室和臨時的病床，一張桌子輪住用，連走路都有規矩。狹窄的通道裡誰讓誰，東西怎麼傳遞，全靠默契。因為在潛艦上，混亂就是危險的前奏。住過的人形容，那是一種連轉身都要先想一下的人生。再講吃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潛艦的伙食標準是全軍最高的等級之一。海軍用比較高的加菜金補償這群人在其他方面的匱乏。出海之前，官兵把成箱的新鮮蔬果和肉品搬進艙內，塞滿每一個冷凍櫃和儲藏空間，甚至連部分通道的地板都墊着罐頭箱，人直接踩在食物上面走路。頭2周，餐桌上還有新鮮青菜和水果，2周過後，鮮食吃完就進入罐頭、冷凍食品和乾貨的世界。潛艦一天開4餐，因為輪班制度，讓艦上永遠有人剛睡醒，有人準備上更深夜那一餐，是給職業更官兵的體力補給。掌廚的士官在只有幾平方公尺的廚房裡，用有限的食材變花樣，因為全艦的士氣有一半掛在菜色上。老潛艦兵還會告訴你一個細節，艙內的柴油味、機油味、汗味和飯菜味混在一起，形成一種獨特的潛艦味。任務結束，把衣服帶回家，洗好幾次都散不掉。家人光聞味道就知道你出海回來了。順帶說一個海軍內部流傳的講法，想知道一條潛艦的士氣好不好，看它的廚房就知道。在一個什麼都被壓縮的世界裡，一頓熱騰騰的飯是少數還保有尊嚴的時刻。所以潛艦的伙食預算，海軍從來不手軟。這筆錢買的不是食材，是人心。至於洗澡，是奢侈品。潛艦的淡水靠造水機從海水蒸餾，產量有限，優先供應電瓶補水、飲用和烹調，洗澡排在最後面。所謂的戰鬥澡，開水沖濕，關水抹肥皂，再開水沖掉，前後3分鐘。而且不是天天有，任務緊張的時候，幾天洗一次是常態。還有一件陸地上的人從來不用想的事，呼吸。潛艦是一個完全密閉的鐵罐，艙內的氧氣是消耗品，2氧化碳是毒藥。氧氣靠儲氣與產氧裝置補充，2氧化碳靠化學吸收藥板吸附。值更人員要定時監測艙內的氣體濃度，數字不對就要立刻處置。艙內全面禁煙，不只因為火災，
在前艦上是最可怕的事故，也因為每一口煙燒掉的氧氣都是全艦的公共財。老潛艦兵描述過打氣時的感受，柴油主機一啟動，瞬間把艙內的空氣往进氣口抽，耳膜會明顯感覺到壓力的變化，那一刻你會突然意識到自己是活在一根靠機器呼吸的管子裡，連上廁所都是技術活。前艦的馬桶不是按一下就沖走，排放要對抗艙外的水壓，阀門的開關有嚴格的操作順序，順序做錯，輕則污物噴回來，重則影響艙內的壓力狀態。所以新兵上艦的第一批課目裡就包括怎麼正確使用馬桶，垃圾不能隨手丟進海裡，要壓縮、分類、集中存放，跟着全艦一起回港處理。艙內濕度高，衣服洗了不容易乾，皮膚的毛病是前艦兵的職業病之一。空調要跟電力搶資源，該熱的艙間就是熱，人只能去適應機器，不是機器來配合人。醫療更是只能靠預防，艦上沒有完整的醫療能量，通常由受過訓練的醫務士官負責，能處理外傷、發燒、腸胃炎，但沒有辦法開刀。所以前艦人員出海前的健康檢查特別嚴格，牙齒有狀況要先處理完才准出海，因為在水下牙痛是叫天天不應的酷刑。真的在海上出現重症，艦長就要面對殘酷的抉擇，中斷任務上浮後送，還是繼續前航。這種抉擇沒有標準答案，也正因為如此，篩選的時候就要把風險擋在艙門外面。然後是時間感的消失，台灣前艦普遍採取3班輪值，當班6小時，休息12小時，如此循環。艙內沒有窗戶，照明按表切換，夜間航行時控制室改用紅光照明，保護值更人員的夜視能力。在水下待到第2周以後，很多人開始分不清白天黑夜，判斷早晚最可靠的方法是看餐桌上出現的是稀飯還是晚餐的菜。有官兵開玩笑說，在前艦上戴手錶只剩一個功能，提醒你什麼時候上更。至於今天星期幾，重要嗎？在水下，每一天都長得一模一樣。40天曬不到太陽，維他命 D 靠藥酊補充。任務結束上浮開艙的那一刻，所有人眯住眼睛，因為連陰天的自然光都覺得刺眼。值更的內容也遠比外人想象的緊繃。聲納手戴着耳機，在一整片海洋背景噪音裡分辨螺旋槳的聲紋、商船、漁船、軍艦，每一種聲音都要建檔比對。輪機士官盯着電瓶的電量和主機的參數，值更官在海圖桌前算航線、算電量、算下一次浮航充電的時機。前艦上的每一個決定都是算出來的，因為在水下，任性的代價誰都付不起。在這種環境裡，士氣要靠很小的東西維持，撲克牌、象棋，幾本翻到爛的書，硬碟裡預先存好的影片，就是全部的娛樂。艦上會替當月的壽星辦慶生會，廚房想辦法變出一個蛋糕，大家擠在狹小的士官廳裡唱生日快樂歌，那可能是整趟任務裡最熱鬧的10分鐘。快要回港的前幾天，艙內的氣氛會明顯變輕，話變多了，笑聲變大了，老士官長看在眼裡，還要適時把大家壓回專注，因為進出港的航道恰恰是最危險的階段，全世界多少海事事故都出在最後一哩路。不過空間、飲食、輪班，這些都還只是身體的考驗，最重的負擔其實在心裡。第一層是斷聯，前艦出海就是失聯，沒有手機訊號，不能上網。為了隱匿位置，艦上長時間保持無線電靜默，家裡發生什麼事你不知道，你在海上過得怎麼樣，家人也不知道。有潛艦軍官受訪時說過，最怕的不是深水的壓力，是回港之後才聽到家裡出事的消息，而你錯過了全部。所以很多前艦兵出海前有一個共同的習慣，把家裡的大小事全部先安排好，賬單先繳，該說的話先說，像是要出一趟很遠的門。因為對家人來說，這確實就是一趟很遠的門，遠到不在地圖上。第二層是安靜航行的壓力，前艦的生存之道就是無聲。執行靜音航行時，全艦人員說話壓低音量，行動放輕，不能摔艙門，不能掉扳手，因為在聲納的世界裡，任何一聲金屬碰撞都可能暴露全艦的位置。想象一下，幾十個人在一根鋼管裡用氣音生活好幾個星期，
而且這種壓抑沒有下班時間，你睡覺的時候也是睡在任務裡，任何一聲異常的警報都可能把全艦的人從鋪位上叫起來，幾秒鐘之內各就各位。第三層是那個大家不說出口的共識，潛艦一旦在深海發生重大事故，獲救的機會非常渺茫，全世界潛艦深海救援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數。這也是為什麼海軍近年建造新一代救難艦，補強水下救援的能量。但每一個潛艦兵心裡都清楚，最可靠的保命裝備是身邊每一個同袍的專業。一個人的失誤就是全艦的失誤，這種絕對的相互依存塑造了潛艦部队近乎苛刻的紀律文化，也塑造了外人很难理解的同袍情感。任務結束，回到左營，考驗還沒有結束。長時間在密閉艙間生活，很多人一踏上碼頭會覺得地面在晃，陽光刺眼到睜不開，手機一開機，幾十天累積的訊息聲響成一片，反而讓人有點恍惚。老兵說，回家的前2天就是睡到身體把欠的債還完，才慢慢把自己接回陸地的時間。家屬呢？家屬的功課是不問去了哪裡，不問做了什麼，不問下次什麼時候走，因為問了也不能說。潛艦兵的家屬常常自嘲，嫁給潛艦的人等於嫁給一個會定期人間蒸發的人。這種家庭的體諒其實也是戰力的一部分，只是從來不會出現在國防報告書裡。把鏡頭拉遠，跟美軍比一比，更能看清楚台灣潛艦兵過的是什麼日子。美國海軍的主力攻擊潛艦維吉尼亞級，水下排水量約7800噸，是海鯤的2倍半以上，艦長約115公尺，編制約135人。核動力理論上續航力沒有上限，不需要浮出水面充電，限制它的只有人和食物。艦上攜帶的糧食大約支撐90天。戰略核潛艦俄亥俄級更極端，採取藍組與金組雙組員制度，2批人輪流帶同一條艦出海，一次戰略巡弋平均約77天，讓飛彈潛艦幾乎全年泡在海裡。核動力帶來的生活品質差距是全面的，核潛艦電力充沛，可以電解海水制造氧氣，大量生產淡水，官兵天天洗澡不是問題。艦上還有簡易的健身器材，伙食也是美軍潛艦的招牌。潛艦部隊的餐點水準在美國海軍裡出了名的好，這一點倒是跟台灣的邏輯一樣，越苦的地方越要用吃來補。柴電潛艦全部相反，電是用電瓶一度一度省出來的，氧氣和淡水都是配給品。而且柴電潛艦有一個結構性的弱點，電瓶的電量耗盡之前必須上浮到潛望鏡深度，伸出呼吸管啟動柴油主機充電，行話叫打氣。打氣的時候噪音变大，呼吸管也可能被对方的雷達或紅外線侦獲，是整趟任務裡最緊張的时刻。講到這裡，要補一個技術背景。為了緩解打氣的弱點，各國的柴電潛艦這些年發展出2條路，一條是崛起推進系統，讓潛艦不依賴外部空氣也能低速潛航更久；另一條是改用鋰電池。日本最新型的潛艦已經全面改采鋰電池，水下續航力大幅提升。海鯤的原型艦兩者都還沒有用上，採用的是技術成熟的鉛酸電瓶。外界普遍解讀，這是為了先求有，再求好，把第一艘的風險壓到最小，升級留給後續艦。另外還有一個對比很少人提，美軍潛艦官兵出海的時候，家屬可以透過軍方系統發送字數很短的家庭電報，單向傳到艦上，報個平安，講講家裡的大事。台灣的潛艦任務則是徹底靜默，出海就是音訊全無，思念只能單方面累積。同樣是潛艦兵，台灣這一行的孤獨又更純粹一點。那台灣為什麼不乾脆追求核潛艦？除了政治與技術上根本不可行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台海這個戰場，柴電潛艦其實是更合理的選擇。台灣海峽平均水深只有60到80公尺，大型核潛艦在這種淺水裡活動綁手綁腳，而柴電潛艦用電瓶航行時，不需要反應爐冷卻系統持續運轉，可以做到近乎完全無聲。低速時的安靜程度甚至優於核潛艦。海鯤這種2500噸級的艦體，配上 X 型尾舵帶來的潛水操縱性，在台灣周邊海域就是一個安靜的伏擊者。更何況戰場就在家門口，柴電潛艦航程較短的缺點，在防衛作戰裡根本不是問題。它不需要跨洋部署，只需要在自家熟悉的水文裡安靜的等。所以對比下來，結論有點殘酷。
台灣前線兵的生活條件比美軍和前線官兵更擠、更省水、更談不上舒適。唯一的安慰是單次任務的天數比較短，同樣睡過熱鋪的美軍新兵起碼還有天天洗澡的權利。不過有一件事，兩邊倒是驚人的相似，訓練文化。美軍前線官兵同樣要通過艦上的資格認證，掛上海豚徽章才算正式成員，不合格的人會被毫不留情地調離。前線部隊在美國海軍內部同樣自成一格，號稱沉默艦隊。這一點全世界的前線部隊都一樣，能不能留在艇上，從來不是長官一個人說了算，是整條艦的人說了算。條件這麼苦，為什麼還有人搶着上艇？答案有3層：錢、榮譽，還有稀缺性。先講錢，這是最多人好奇的部分。前線官兵除了本俸和一般的軍人給予之外，另外只領前線加給。依照2018年調整後公開的集聚，前線加給每月大約從24000元起跳，隨階級與年資往上，最高約52000元。2024年起，國防部又陸續調升艦艇與戰鬥部隊的相關加給，前線人員同樣受惠。媒體幫忙算過總賬，把本俸、專業加給、前線加給和出海期間的各項勤務加給全部疊起來，一位資深前線軍士官的月收入可以上看10萬元台幣。在整個國軍的薪資結構裡，站在最頂端的一群，用最直白的方式說，同樣的軍階上了前線，收入直接多出一大截，而且加給是按月領，不是出一次還領一次的紅包。這個待遇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。早年前線加給的水準跟任務的辛苦不成比例，人才流失嚴重。直到2017年行政院拍板大幅調升，調幅達30%上下，2018年起實施，前線加給才真正拉開跟其他兵科的差距。背後的邏輯很簡單，募兵制的時代最苦、最專業、養成時間最長的兵科，如果錢留不住人，部隊就会空洞化。一個合格的前線軍官養成動輒好幾年，一個成熟的前線士官長更是10幾年才磨得出來，走掉一個短期內補不回來。把加給墊高其實是整個前線戰力投資裡最便宜的一環，但如果你去問前線兵本人，很多人會告訴你，錢是門檻，不是理由。真正留住人的是第2層榮譽。前線部隊在海軍內部被稱為海軍中的海軍，100%志願制，沒有任何一個人是被硬分發上艇的。想上艇先過3關，第一關是體檢，心肺功能、耳壓平衡、身體條件標準遠高於水面艦。第2關是心理評估加上加壓艙測試，在模擬水下壓力的艙間裡驗證你的耐受度，同時篩掉幽閉傾向和抗壓不足的人。第3關是訓練與認證，包括水下逃生訓練，以及上艦之後最硬的一段，新進人員必須在資深士官的帶領下，逐一摸熟全艦每一個系統，從魚雷管的操作到馬桶的管路走向都要能講得出來。通過艦上的层層考核，才能正式掛上俗稱海豚章的前艦專長徽章。掛章那一天通常有個小儀式，全艦的人看着你，從那一刻起，你才算圈內人。這個章在海軍裡的分量，外人很難體会。前艦兵自己還有一個最驕傲的數字，2艘劍龍級服役將近40年，在全世界同型艦幾乎都退光的情況下，被台灣的官兵和技術人員維護到今天還能執行戰備任務，而且沒有發生過重大安全事故。這種記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較真和紀律換来的。前艦部隊還有一種外面很難複製的平等文化，艙門一關，艦長跟最資淺的士兵吃同一鍋飯，呼吸同一管空氣，承擔同一個命運。官階在生死面前被壓縮到最小，資深士官長在艦上的分量有時候比軍官還重，因為他對每一條管路的熟悉程度就是全艦的保命符。很多退役前艦兵說，離開部隊之後最懷念的不是薪水，是那種可以把背後完全交給別人的信任感。陸地上的職場找不到。順帶一提，這條篩選之路上倒下的人比走完的人多，從報名到正式掛章，中途因為體格、心理、訓練成績被刷掉或自行退出的比例相當高，能留下來的都是层层挑選過的人。淘汰不是羞辱，是保護。前艦不缺英雄，缺的是永遠不出錯的普通人。一個會在加壓艙裡恐慌的人，提早知道這件事，對他自己、對全艦都是好事。
還有一層比較少被討論的職涯的出路。前建國造把整條產業鏈建了起來，往後的幾十年，台灣會持續需要懂潛艦的人，造艦需要，測試需要，後勤維修需要，訓練新血更需要。一個在艇上磨了10幾年的士官長，退伍之後是台船和整個供應鏈搶着要的活教材。換句話說，在海鯤之後，潛艦兵這個身份第一次跟一個成長中的產業綁在一起，苦出來的專業退了伍還能繼續值錢。對一個20幾歲正在選擇軍旅方向的年輕人來說，這個算盤打得過來。第三層是稀缺性，也是最現實的一層。海鯤成軍之前，台灣真正具備作戰能力的潛艦只有2艘劍龍級，加上2艘只能充當訓練平台的老艦，全部潛艦兵的員額加起來不過幾百人，是整個國軍裡最小也最難擠進去的圈子之一。物以稀為貴，位子少，競爭就激烈。海鯤號的首批艦員就是從劍龍級部隊裡選調出來的精英，被稱為種子艦員。未來7艘後續艦的骨幹都要從這批人身上往下傳承。對一個海軍軍官來說，能在職涯履歷上寫下台灣第1艘國造潛艦的創始艦員，這個位置用搶破頭來形容並不誇張。錢給得起的是待遇，給不起的是這一行的門票。更何況這張門票還有時效性，後續艦一艘一艘造出來之後，潛艦部隊的員額會成倍擴編。現在卡位的人就是未來每一艘新建的艦長、輪機長、士官督導長。軍中的行話說，跟對部隊，一個時代就是你的。對潛艦兵來說，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。最後把視角拉到最高的地方，台灣為什麼願意花將近500億造第1艘，再規劃2800億的後續艦？這群人40天不見天日的忍耐到底在守什麼？因為潛艦在台海防衛的算式裡扮演的是不對稱作戰的關鍵角色。不对稱這個詞這幾年被講到腐爛，但放在潛艦身上，它的意思最清楚，用相對小的成本逼對手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。道理不複雜，對岸的海軍噸位再大，若要武力犯台，終究要把幾十萬部隊裝上船，開過台灣海峽。而水面下只要可能藏着一艘安靜的潛艦，整個登陸船團就必須把大量的艦機兵力抽出來反潛、護航、聲納、直升機，成本全部暴增。一艘潛艦的存在可以牽制幾10倍於自身的兵力，這就是所謂存在艦隊的概念。我不需要在海戰裡贏你，我只需要讓你永遠不確定我在哪裡。多份美方智庫公布的兵棋推演也一再指出，在防衛台灣的各種投資裡，潛艦和水雷是效益最高的選項之一。潛艦國造還有一層意義，在船廠的圍牆外面，原型艦的建造帶動了上百家台灣廠商投入，從特殊鋼材、電力系統到管線筏件，許多過去只做民間產品的工廠，第一次拿到軍規的訂單，也第一次建立起軍規等級的品保能力。後續7艘的計劃如果照表推進，這條產業鏈就能把人才養住20年。國防自主這4個字聽起來抽象，落到地面上就是高雄的焊工、台南的機械廠、新竹的電子工程師，全都成了下組的一部分。再看地圖，台灣東部外海的水深急墜到幾千公尺，黑潮由南往北流過，巴士海峽與宮古水道是對岸艦隊進出西太平洋的必經之路。潛艦守在這些咽喉點，平時是情報搜集的耳朵，戰時是阻絕線上的獠牙。軍事研究者常用一個比喻，水面艦是看得見的拳頭，潛艦是看不見的刀。拳頭的作用是平時展示，刀的作用是讓對手在做每一個決定之前，都得先想一想水面下有什麼。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角色叫反封鎖。如果台灣遭到海上封鎖，能源和糧食的生命線被掐住，潛艦是少數能夠突破封鎖，讓對手的封鎖成本大到難以承受的手段。從海獅海豹的年代到海鯤下水，台灣追了50年的其實不是一艘船，而是這一整套讓對手不敢輕舉妄動的水下下組。把這些角色加總起來，就能理解為什麼各方都盯着海鯤的每一步。他的每一次海試，對岸的官媒都要冷嘲熱諷幾句，他的每一次進度更新，華府的智庫都要重新評估一輪。一艘還沒正式成軍的柴電潛艦能牽動這麼多目光，恰恰說明他踩在最敏感的那條線上。
台灣海峽的水面之下，力量的天平正在被一點一點波動，而對艙門裡面的人來說，這些宏大的戰略名詞最後都會落回很具體的事情。下一班更，下一次演練，下一頓飯，還有回港那天，碼頭上等住的家人，國家用潛艦下阻戰爭，潛艦兵用日復一日的枯燥替國家換取籌碼，這中間沒有戲劇性，只有紀律。也許這就是下阻最真實的樣子，它不是飛彈劃過天空的畫面，是一群人幾十年如一日，把一件很苦的事做到没有人敢賭他們做不好。所以回到最初那個畫面，左營的碼頭，艙蓋關上，世界切成兩半，艙門裡面的人用40天不見天日，用比棺材還小的床，用3分鐘的戰鬥澡，用錯過的每一通家人電話，去換艙門外面2300萬人如常的日子。海鯤號還在走它交艦前的最後路程，後續建的鋼板也還沒切完，但方向已經很清楚。未來的某一天，台灣周邊的水面下會有一支成建制的黑色艦隊安靜地存在着。下阻的本質從來不是武器本身，是願意鑽進那根鋼管裡的人。下一次，當你在新聞畫面裡看到那條黑色的船影緩緩劃出高雄港，可以記得一件事，那條鋼鐵巨魚的肚子裡有60個看不見太陽的人，正在替所有看得見太陽的人織一班很長很長的更。